们今天来聊一聊我们昨天去看这个无限城的这个观后感。太近了。第一句话卡壳，电影的名字叫什么？都忘了。对，这个《鬼灭之刃》啊，然后因为这个那个名叫《伊沃作归来》那一场啊，整个这个无限城叫就是这部叫这一集啊，对，因为我们的确是在去年的6、7月份吧，我们当时看的这个剧动漫。然后当时就感觉特别好嘛，然后当时特别期盼这个真正的剧场版到来。对啊，但是在19集之前，那个咱们也被骂的够呛啊。就是我们在19集之前，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剧透，所以就是我们其实不太知道之后的走向是什么样。我们之前看有一些集数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挺相对来说还轻松一些，但是你不用解释，被骂的是我，也没骂你。对，每一次骂的都是我。当时因为羽西那个看的动漫相对多一点，然后他当时看前面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也比较平淡，就是也比较程式化。好像是一个公式化，就是比较一个主角这个打怪升级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我俩还好，因为看动漫相对比较少一些，感觉好像画面什么的剧情好像还可以。然后看到第19集的时候，是整个我们3个人都被震撼了。然后无论是从音乐啊，在最开始的前几集4、5集左右做铺垫，然后它的升级的部分都是最后的几集，就是给你一个特别震撼的那个华丽的场景。对，每一季都是这样。对，包括就是就是为什么无限城这么这么猛，这个状态这么猛，就是在无限城篇的这个终结那一块，然后最后的那其实那10集都是就为了最后那10分钟来铺垫。这助训练，对，助训练篇，助训练的应该是第8集吧？对，8集，然后前7集都是在训练，真的就是训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对，到第8集的时候，然后无惨迈着这个干冰的一个脚步就进往里边走的时候，这个的确是就是特别的震撼啊，就一下子整个音乐全变了，整个节奏全变了，然后甚至现在回想那个场景，还有一种汗毛直立的那种感觉，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对啊，原来是那么深的一个计谋，然后领着媳妇孩子就在那会等着你，然后最后原来是想把他炸死。对，主公来那啥，不是主公知道炸死。对，知道炸死，是当时以为是能炸死。主公收人民币不找零的。对，不找零嘛，就是你给他多少钱他不找零。我说幸好我那啥赢了点钱，多亏是澳门是吧？要不然整不起。然后这个说回到这个剧情，我们看的这个那啥吧，这个剧场版吧。对，的确是我们是特意挑了一个 IMAX 场。这个是大哥真的点赞。这个首先大哥找了 IMAX， 然后叨姐对我接着说嘛，大哥找到了。在我们这个小城市找到了 IMAX， 然后呢，大城市然后呢，这个就是叨姐提议的这个一定要看 IMAX。那当然，我去那哪儿要看的时候也是要看 IMAX， 但是当时发海报，我就看别人的手里都拿海报，当时3个海报，但是咱们这回就是没领到那个特点的那个东西领了几个贴纸，贴纸到时候如果说有机会可以这个再发给大家。就2张，你给我俩1人1张的，要不你都别留。对哈，大哥继续介绍剧情吧。哎，真是很激动。就插一句啊，就是因为我们在看之前，其实很感谢小伙伴们，就是第一时间，其实看完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们发来了，就是自己看这部剧的、看这部电影的那个心情，就第一时间发来了。然后就是说，姐姐你们一定要去看，然后也跟我们说，就是哪怕不瑞，你们只要发一下就观影之后的感想就可以。他说因为真的很好，然后说希望你们去看 IMAX。所以在那天我们相约一起去，因为我们之前也跟粉丝讨论，就是我们其实是在犹豫，到底是留着一起瑞，然后还是去那个影院。但是就在那天，大家看完之后，后台很多小伙伴都发来这个信息和我们分享，然后所以我才跟那个大哥说，我说一定要看 IMAX， 然后我们3个人一起去看一下。然后说就是，所以这个也是粉丝给我们就是相当于跟大家一起做的这个决定。没错，就是这块我再插一句，就是想咱们仨认真来看的电影，这是第2场，是不是？
那个《灌篮高手》也是咱仨一起看的吧？没有，你没有你，是吧？那咱们是第一场，其他的那个组织的，咱们不是我先走了，就是你先走，对不对？其他所有这个我们一起组织的活动嘛，就是我们就都没太看，然后就都该走。这是我们3个人第一次一起去电影院看了，对，这不很正常吗？咱仨要经常一起去看电影才有问题吗？也是头一回啊。这怎么说？什么处女秀？对，说了10来分钟没进剧情啊。哎呀，就讲心路历程了。就是反正去看了之后吧，然后觉得这个 IMAX 这个决定真的是非常对。对，我们选的也是其中最好的位置，就是最中间的那个位置会员坐的那个位置。然后因为它其中穿插了几段特别精彩的那个打斗的戏。就是这个戏感觉真的是只有 IMAX 才能最大的还原它的那个精彩程度，然后中间有几段文戏吧。对，这是可以从开始说，就是不得不说，我们在头看了3到4分钟的时候，相互说咱仨不说话了吗？当时已经形成习惯了，就是说这个不说两句都已经憋得很那啥了的感觉。我们在影院里边也是这个顺序对。然后看到大概那个位置的时候，我跟叨叨说了一句，我说我想说点啥，我说不说有点憋不住了。我刚回来之后，然后雨琦又跟叨叨说，我想说点啥。我说那不用说话的吗？我说这就是感觉不说对不起粉丝。就是最开始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进到那个无限城里，就是我们整个状态都是我们很亢奋，然后我们仨就集体想要语气词，走地，然后后来发现我们仨很突兀，在整个影院里。整个影院里边别人没有人说话，你知道吗？就我想说，真的想说。对。哎呀，后来还是。别说了，对，就是反正我说的第一句话，我就说，哎，这个东西，这个 IMAX 是选的挺对，正经这个应该这钱就应该叫他挣。然后我越过叨叨跟雨琦说，我说你看那个，完了之后声音很大，你知道吗？后来想不能这么说，大家都能听得见。对，然后反正应该大家也都看过了吧？就是我们在发这个的时候，估计应该大家也都已经看过了，我们就也带一点剧透吧，就是说一点剧情方面的东西。看刚开始的时候，才真正印证了我们在看《助训练》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猜想，就是说原来主公都已经把这个事儿都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他跟岩柱就是说，一定炸不死他，你们势必要打到天亮，然后到时候就靠你们了。然后岩柱那也是，就是严格执行主公的决定，就是说遵命，也没有是说挽留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我明白这个就是你的决定。那么我们最大的对你的这种报答，其实就是把这个事儿来执行好。没有，是岩柱觉得我对你最大的尊重是这样。对，就是完成你的命令。对，那个主公来交代岩柱来做这个事儿，也是因为岩柱能来对他如果说跟其他柱，他觉得就是其他柱就不能同意了。对，别的那些柱可能还是年龄稍微小一点吧，对，就是可能感情还会占上风。然后。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们来了之后打的第一个那个上弦，就是这个铜魔，上弦2，蝴蝶人打的，对，蝴蝶人打的，然后打的也是非常的精彩，然后一度以为是不是有可能会有机会，但是后来发现那是大哥的想的，我当时想，会不会有机会，但是结果发现还是不行，太强了。关键是这个童魔他那个角色啊，就感觉塑造的很好，就一直是以那种很善良、很阳光，然后很这种就是说，哎，我来帮助你解脱苦难的那种语气和口吻，然后长得还挺帅，你知道吧？拿俩扇子，就那种感觉，然后再那个应该叫伪善，不叫善良。对，很伪善。哎，对，真有道理。结果这个最后还是不行。然后但是出来之后，我们仨在一起讨论啊，在想会不会就是最后蝴蝶忍他是把身体被吃掉了吗？整个被吃掉。对，他的身体会不会？对，这块我觉得是叨叨提起来的吧。这是他那啥，就是说那个叨叨来说的是，就是他给吸进去了嘛。说那个蝴蝶忍应该是这块有一个设定，肯定是这个蝴蝶忍以身为毒啊，进入童魔的身体什么玩意儿，这种，然后肯定是给这个，要不然
要不然那谁去了之后，这个那个根本对相当对他根本就没有机会，他怎么能打童魔呢？那不也是送吗？对，哎，以身入局啊，胜天半子，不知道能不能胜天半子。主要打童魔太恶心了，这个角色是太恶心了。对，这种状态，然后就是而是他说的，你看童魔的回忆啊，就说自己被奉为圣主嘛，对，教主嘛。然后从小他就做着父母喜欢他做的样子，实际上他是觉得父母也非常的这个可怜啊，就什么都不懂啊，就感觉智商很低的样子。然后我就觉得他是那种纯粹的恶，就有点像反社会人格那种，你知道吧？就不像是说，就是其他那些坏人都有一些原因啊什么的，他就是恶啊，就是从小到大他就是那种恶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鬼灭之主》这里面除了那个贼烦的，鬼灭之刃这个里边除了那个贼烦人的那个上弦4啊，然后其他的都还行，玉虎什么的对，半天什么狗，什么狗来着？对，御狗就俩人都是御狗，御狗，对。然后那个后来打完这个童魔之后，对，就是善逸，就善逸这场还是挺那啥的。对，善逸打他的师兄，对，他师兄这个角色之前其实是没有出现过的，只是说我记得在驻训练的时候，就到最后他突然开始认真了，接到那封信之后，对，当时还觉得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他老师死了还是怎么样？结果这里边揭秘的确是他老师死了。对，就他爷爷，这不管他叫爷爷嘛？是老师叫爷爷，对，老师对。但原因是因为这个师兄叛变了，对，变成圣贤了。我以为是那个师兄把他爷爷杀了，我一直以为是他师兄把爷爷杀了，然后结果是因为他的叛变，然后爷爷自杀了。对，觉得这个就是我教出来的孩子，居然那个就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本来是去杀鬼的，对，然后结果是这样，你变成鬼。对。然后说他就剖腹了嘛，然后那个说连借错人都没有，这个应该我就是后来感受一下，原来他们这个是都有这个那什么，就是怎么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他切腹的时候，正常就是你切了也就行了，然后身边会有人给你杀掉，对，就把你头砍掉，就是省着让你太痛苦。对，就是不让你太痛苦，就是很快。这个我是在那哪儿，在那个姜文的那个就是让子弹飞里边，我是才有这么印象，就当时一说这个事儿，我就想到了那个让子弹飞。当时那个周润发不是让那谁嘛，说请谁来当我的借错人，让姜文来当我的借错人，然后才想到这个。我听说这个里边是善逸真的是特别的帅，就我只会一招，然后你除了这第一式你全都会，然后最后他通过自己自创的这个第7式，然后来把他的师兄给干掉了。这种善逸天选男主，这个属于，这个就是属于这个胡适亲儿子，这个整的太帅了，太帅了，的确是帅啊，就是快，对，到最后打完之后脸都裂了，你知道吗？那就不给一顿粘。哎，这个绿狼也挺那啥玩意儿，绿狼挺逗，你别说，在这里边是挺搞笑。对，然后之后他就是打最后那个一窝座了，上弦3，这段叨说吧。给人加活了，为啥我说？你这一直你先说你的，你都没说话啊。你说完你的，我再说我的，行不？行，因为现在这个，因为我在运营小号嘛，这所有人也都管我叫姐姐，你知道吗？一开始我还说我是犀牛，我是你哥，后来我说好的妹妹，么么哒，我都这样。我继续往下说这个。第3段也是整个这部电影里边戏份最重的、时长最长的一段，然后也是交代这个一窝座他的这个生平，就他原来那个故事交代的非常的清楚，也非常长。然后我感觉，是相当于是这个义勇和这个炭治郎一起把他打败的嘛。当然了，这个也触发了义勇的这个
斑纹，然后呢也触发了这个炭治郎的这个至高境界啊，回忆到他爸爸当时那段，就是你没有战意，没有这个斗气啊，然后才能没有这段杀气，才能把那谁的脖子给砍掉嘛，把优作的脖子给砍掉。这个就是当时就是原先也不怪我觉得就是最开始还认为他爸爸是那个什么，就是特别厉害的人吧。这有这种境界，你说不应该是很厉害的吗？对，但是好像他们就说不是很厉害，就是个普通人啊。但是你能在杀人的时候没有杀气，这个我觉得也挺恐怖的呀。是吗？怎么能做到？我觉得他爸可能最主要就是因为身体不好。他爸杀熊的时候不挺厉害吗？对，杀大熊，那么老大的大熊啊，正常来讲一个普通人做不到。快速的挥了2刀，对，然后那么大熊就给杀了，还是的确很厉害。然后那个然后后来也没想到的是把这个优作脑袋给砍掉的时候，自己就是这个是全场对于我们仨来说最意想不到的。对，就是前边的那些吧，我们说实话就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设想了几十种或者10几种，是能想到。对，就他肯定在设想当中的某一方面是有贴近的，但是这个是我们仨后来对了一下，是完全没有想到过他又把脑袋摁回去了。对，你这个求生意志太强烈了，然后接回来之后呢，后来又给砍掉了，然后脑袋也真正灰飞烟灭了，寻思这回完了吧，结果身体又还能走，对，又感觉自愈了，然后呢还能继续的打斗，你要这么一看的话，那个脑袋也不是必须的，对吧？他还是在继续杀人，他还能长，反正他不说都说他变成了另一个生物，对，就是主要他这个最后也没想到的是，寻思打败了，然后说点剧情倒是也可以，没想到是自己被自己 PUA 死了。对，我这个有点那啥了。不是，因为就是他也那啥嘛，就想到了他那个爱人啊，想到了小他2岁的恋人恋雪，然后还有这个老师，还有他父亲嘛，对，想想了一家人。你说这玩意儿自洽了，这我回忆起来我自己了，我想起来了我自己，原来我不是这样。对，他那目的说就是要变强，但是却忘了变强的初衷，对，就是你为什么要变强？本来就是为了守护家人来变强的，对，守护爱人来变强的，结果这个他这真挺惨，你得说，真挺惨，这个谁也没守护到。对，本来你说从小就是那么接受那些不好的身世，好不容易有人认可了，相当于有了2个家人，还没等真正结婚的吧，就决定结婚了，就要嫁给他了，然后当天回去，对，他就扫墓去了吧，对，就跟他爸爸，对，然后结果回来这个下毒，对，那如果他那个在家的话，估计他也喝水了。那对，就都死了。于他而言，我觉得都不如就直接喝水了。对，太痛苦了。对，然后你还是通过这种手段，这种很下流的这种手段，来把自己最心爱的这个人都给杀掉了。然后最后这个他的爱人来之后说你可以走了，你可以去另外一个世界了。就是说你忘了你为什么那个要这么做吗？就是你真的可以放过自己了。其实就是说然后他也真的就决定放过自己了。这块儿确实是自己还在不断自愈，别自愈了，给自己一顿打七零八落，都打碎了，还在自愈，到最后然后真是到最后了才对。这你看这种打斗场景IMAX 太爽了。对，这个真的就是我原先没上过这么高级的地方。没进过 IMAX 场，自签了，不是真的呀？你之前不都包场吗？我没看过这个。那个铁达尼号、泰坦尼克号的时候，你没去看吗？没看过 IMAX， 没看过 IMAX 啊？不是有铁达尼号的时候，我还挺小的呀。后来重置的时候，我能像你似的经常看电影吗？我是那条件的人吗？我也是花钱特意要去的，那我也没这个必要，我觉得。我当时我记得贼火嘛，是重制版是吧？都去卖场。那我没那啥，我那时候没处对象，我就都结婚了。
我也是跟媳妇儿去的，我就说我都结婚了，不能去，都结婚去的，就没这个心情看电影了。咋结婚了就没心情了？这句话单独剪出来。给你媳妇儿。当时好几个人一起去的呢。然后的确是，就是像这种电影，感觉在 IMAX 场看要比在电脑上看，那爽太多了，爽太多了。尤其这个无限城这个画面啊，这个感觉，这个变换啊，当时就说这个要在电影院看。当时我这个在我的匮乏的知识里面还寻思电影院，哎，就是那个小屏幕，我说在那个屏幕上看就不错了。这个 IMAX 确实挺震撼啊。对，然后在这个看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些小花絮不是还没讲完那啥的，那个不是我还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什么，就是那个是主公的孩子吧，他们几个那个，然后那些那个液压们，然后在那对来回传那个情报消息啥的。对，一开始我还没看懂，我说他们仨在这干啥？后来一看在那画无限城。对，他是画出来，然后就是一个排除，对，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排除，然后找无惨在找无惨。对。然后你看，就所有人都在为了这个目标就杀无惨在做努力。那个朱氏，他也是把身体融入到那谁那里边嘛，就是还在抵制他，让他缓慢，就是让他变成人，恢复的那个对，让他变缓。然后那个主公的这3个孩子也是，就是这小妹妹要哭不会哭，就是要继续工作，甚至包括那个炼狱，那是他爸呀，对，包括那个手断了的那个华丽之神，对，那个柱，也都在外边给他来看守他，对，守护他，所有人都在为了这一个事儿来尽自己的一份力，当时还是挺震撼的。这不就是群像，尤其是包括这个几个场景给了这些鬼杀队员们的一个场景，鬼杀队员们也在这个奋力的，就是尽自己的力量去阻止那些鬼去那啥，然后就是叫柱们先不要在这耗费体力，对，你们去杀无惨，这交给我们，对，对，鬼杀队员们也得死了不少，得说，对，但是你看他们那几个人基本就能打一个那个挺厉害的怪了，对，说明这个驻训练当时还是很重要的，对，然后再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感觉还比较好玩吧，就是那个炼鸦是叫炼鸦吧，他在那块说，当时就感觉实时播报一样是吧？嘎嘎嘎一顿叫，然后那个说单贤六被单义给打死了，然后那个对，第一个说的是那谁，说的是那蝴蝶人死的时候，第一个播报的，当时还挺闹心，蝴蝶人阵亡，然后最后一个镜头是他又生出来新的感觉，好像很多这个无限城的那个样子，就是新的很多建筑，就感觉无限城又扩大了，真的就是无限城。那你这样式的话，你怎么去排除呢？就是感觉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感觉。应该他那个场景就那么大，他那个不是说又生出来，只不过是确实是又发现了是吗？就是再往前飞他们也是再往前跑，我感觉就是感觉这个无限城真的是无限城的感觉，它应该是有脉络，他们在研究那个脉络，可能是也许找到民女是不是就能那啥了？就能这个，就比如说把他的那个技能取消啊，或者怎么样，就可以了。也有可能哈。感觉看起来它不像是个战斗的一个弦，辅助，就是它是辅助。对呀，在造建筑嘛。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帮助那谁藏嘛。是个建筑师。盗墓空间是吧？这是我们的猜想啊。人底下说不是这样的是吧？是吧？筑梦师，说出你的梦想。行吧，就基本上吧，我们看的就是这么一个感受吧。对，大哥说完了。大哥不叫叨叨老师讲一讲。没有，大哥已经说的非常好了。讲故事，大哥讲了一下这个故事，证明他还记得。这个是赶快录，赶快说，马上就要忘掉了，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对，要不然开始名都忘了，不知道自己看啥。不是，其实有可能下个月录的时候，大哥又能回想起来。就是老年人都是远期记忆更好一些。对，就是刚发生的记不住，但过2年就好了。对。
就是我看的时候，其实进去的时候给我最开始的感觉比较震撼，就从视觉效果上来，我出来也跟他俩分享了。我说那个，因为我们坐在那个位置嘛，我就是感觉在无限城，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就好像一下变成3D 的那种，虽然它是2D 的啊，但是整体的感觉就在某一些场景的时候，感觉好像自己呢坐那个椅子或者什么也在动似的那种，在往前飞，对，下坠，就是有一种那种裸眼3D 的感觉，在某几个场景的时候会有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感觉还挺好的。然后其次的话，就在听觉上，我们还是觉得配乐在某一些场景的时候是烘托到那个气氛了。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也有说，哎呀，这个音乐怎么样，也在分享一些。然后就是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有可能，因为它是这个的话，它因为它是第一篇章嘛，所以它其实还是穿插着这些人物介绍，然后再加上打斗。然后就是可能让这个人物更立体一些，就是所谓的这几个上弦他的故事，然后包括这些柱的一些回忆什么的，让这些人物更立体，知道你为什么，就是他不是单纯的去打呀杀呀或者怎么样的，而是让这个层次的多一些。然后在第一部分的时候，其实这一部分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想到，就蝴蝶忍他是直接去对那个上弦2的，对，因为我觉得在我之前的印象中，其实虽然他是柱，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他也是个辅助类型，对，在武打当中可能没有那么强的那种就是实力去做这些，但是在这时候呢，他就是他能够自己直接就去面对这些，而且他的这目标也很明确，我就是要找图魔嘛，对，我就是要报仇，要做这些。而且他也知道自己训练了这么多，他可能无法达到一些，就是他不说嘛，这些都在我的预计之内。对，所以说觉得他那个可能是有计划。对，所以你后来出来，我一说，哎，我感觉这个倒有一丝道理，要不然他开始说一切都在计划之内。对，而且最开始你就想那个他姐姐出来的时候说那些的时候，然后蝴蝶忍都在说，就是我不行，我起不来了。但是他说，那你想想香奈虎。然后他一下子他就振作起来了，然后这个场景还是童魔对香奈虎，所以我们觉得后面可能还是会讲一些，所以这个是在讲他的故事，前面其实这块我觉得是比较慢的这个节奏，对，比较慢的这个节奏，然后到第二部分的善意这部分，其实我觉得他那个最后就是他师兄，对，他打的时候，其实因为在那个上一季朱训练最后。我们印象比较深，就是他突然之间睁开眼睛，往下掉的时候突然睁开眼睛，然后在这里知道了他为什么。然后印象比较深就是最后一个环节，其实我觉得善意最开始也是带着你看他最开始他说，那么我们真的就是相当于不能和解了，那我只能做出这个决定和你决裂了，因为他最开始他一直还是拿他当师兄来做，对，但最后还是和他决裂，就是这个里有这种情感的这种转折，就是他善意作为这个人物的这种情感，他有转变，然后他也有成长，包括最后他自创的这个。就是那个场景，我们觉得太帅了，我们仨一起都说，哎呀，太帅了。最后他使出那个型的时候，然后所以这块印象也相对，然后就是说的，在这里穿插，我印象比较深的话，就是刚才他俩也说了，就是那些鬼杀队员也在一起说，那你们就赶快走啊，然后不要浪费体力，就是展现了就是大家集体来做这些事情。也之前也说了，就像那种群像，而且这种群像不仅仅是主角的群像，也包括很多的配角的这些。然后就是到第三个故事，我个人感觉，其实我觉得他是这个上弦3，其实他是2个人物，就是一个是他恢复记忆之前，他就是一窝座，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他就是有那个记忆之后，然后我觉得他才是恢复到他之前的那个人，我就是这在我的就是这种想象，我是把他俩区分来看，当然了，他们最后也是合为一体的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包括这里就是他没有，就是因为他过去那种身世的很悲惨的，在我们看来或怎么样的，然后说那你就应该迎来一个好。你看最后他不也说了吗？你确实你上不了天堂。你要为了你自己做的事情负责。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看来，确实是没有那种，就是他应该为了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去负责。就无论他就虽然我们开玩笑啊，就是说他最后是靠想开了，然后才靠了 PUA 了自己。对，才死掉了。但是就是我觉得在那一刻，其实如果这个人物还是一窝座的话，他可能还是会选择这种我要变强。我要接着打，对，我要接着打。但是因为他变回了人，因为他过去其实他是一个很惨、很好，而且拥有过温暖的这样一个人。因为他就是说他很痛苦，因为他觉得他违背了他最爱的人的这些对他的期望。对，就是他是变强，他想保护这些人，但是你像他的父亲呐，或者是他的师傅、他的爱人都希望他是变成一个很好的人。
当他恢复记忆的时候，他是这样一下子他就是想起来了。这块其实他这块时长是很长的，就是但是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块的故事其实没有让我觉得就是很慢很什么，因为就是他那个故事讲的时候，虽然会有一些就是大致走向我们是会知道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里是有那种情感的递进，包括对他这个人物的理解。其实对，其实在最开始他那个咱们看上一部这个电影剧场版的时候，就他和大哥打的时候，和那个就是他打的时候，你看他最后他作为一个舞者，对他说你当鬼吧，就是我觉得你堂堂正正的这个，我要让你那个作为就是你也来当鬼。其实咱当时是有一些对这个人物，其实是当时是。会有一些对他的性格是有些揣测，对，会在想他为什么会说这些，然后是怎么样。然后在这里其实是看到了，包括他最后他不也说，就是在那个他看到探长了那一刻，他说其实我就已经输了，因为你是堂堂正正的，就是最后用拳头打败了我或怎么样的，最后刀掉了，对，脱手了，对，对，但是我觉得他是忍受不了那种所谓的小人，因为他的爱人都是因为这些小人然后所杀死的，然后他一直是希望对方是通过堂堂正正的方式来做。其实我觉得在他就是他恢复成人的时候，他是有那种所谓的武者的那种尊严的或者什么的那种，就是咱们一定要，你想他也没有拿任何武器，他就是赤手空拳和对手去打这个东西，然后呢，所以就是在我看来，他这个人物就是前后啊或者什么的，其实是会更便于理解在上一部的时候的一些举动，对，一些那个情节或者内容，然后在这里是有补充的，所以我觉得这一长段对于我来说是更便于我更好的去理解他这个人物，而且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人物所描，就我看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魅力的。虽然故事的时候让我觉得就是刚才也说的，是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在塑造的时候还是会有这种情感的这种累积啊、积淀的这种。对，然后所以就是在这一部看的时候，是看到这样，当然最后还会出来一些其他的为下一步做准备嘛，或怎么样的。但我觉得就在这一部的时候，因为其实是就像我们看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是因为看第一部的时候，刚才最开始的时候说，因为我们不太理解大家最开始对我们的评判是为什么说我就是批评我们的一些话、意见和建议。后来我们也理解，就是当我们在看第二遍，或者是看了很多之后，其实我们再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是带着弧光的，对，是带着自己的一些理解或者一些看法来看的，所以就是对有一些的理解和你可能没有看过前面的时候再看这个作品的人，确实是不一样，对所以就是在我们在这个影院看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兴奋，如果大家能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应该会看到我们之前放了我们去影院那个小片儿，就是我们也是很开心，就是以我们这个年纪去看的时候那种兴奋，因为我们在剧场里，我们最后我还跟他俩开玩笑，我说我们两个我们三个加起来都100多岁了，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当时场里其实也很多人嘛，但是一般都是学生，都是年轻人，对，我还跟他俩开玩笑，我说是不是我们仨加起来岁数赶上后边一排的人的岁数了？我们仨在那打卡拍照的时候，有一些年轻人从我们身前路过的时候在看我们。对，不是他们也拍照，看完你看这么大岁数都拍，那我也拍。对，然后我就说我不尴尬。对，就是其实是理解，包括对这种片子的它整体的这种寄予的期望，以及对于这个影片之前，因为你对前面剧情的了解，所以你会对它就是会有一定的这种。就是理解吧，就是可能和你没看单纯看这一部片子，可能还是有能衔接上。对，有一点区别。但整体的看完之后，这就是我们当时，然后我们仨其实出来的时候，聊了一路。对，很兴奋。对，当时雨熙还说，哎，应该拿一个那个直接就录，对，就是应该直接录一下。我们当时是出来的，怎么来说？对，出来的时候就是感想什么。但其实我们当时因为去的时候还挺匆忙的，然后其实没有过多的去设想这个场景啊应该怎么样。但是确实是出来的时候就聊了很多，就是跟后台的小伙伴就在那一刻更深刻的理解了为什么很多后台的小伙伴看完的第一时间就给我发信息，跟我说姐姐，我看了，然后你们一定要怎么样，就第一时间和我分享，然后我也和他们聊天，我说就能感觉到他们的开心，然后我说你放心，我们也一定会去看的。
的。然后我们就临时就是订了这一场票，然后就是赶抓紧时间去看了，也准备了3天左右。对，然后吧，就是其实还有一个契机，为什么就是出来之后会聊那么久呢？就是因为车停的比较远，为了省了20多块钱的停车费。所以呢，该花花是吧？所以能多聊了一阵。不过也还好，就是因为看完都很晚了嘛，晚上9点半多了，然后也挺冷的。长春这边现在已经晚上嘛，那2天有的时候就挺冷了。然后但是还是很兴奋，就是出来之后聊得很开心，然后也没感觉说特别冷。对，我们当时其实聊的时候很兴奋，我们尤其就是出来第一个说他怎么把头摁回去了。就我们在现场的时候，这都行。对，我们仨就在一块儿摁回去了，就寻思这个人太要强了，知道吧？我不能死啊！哎呀，逗死我了。而且就是尤其是这个电影院来观看的这个感觉，跟这个屏幕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然后，但周边的氛围也是很那啥的，也是很这个激励着你这个能挺兴奋。可以说是吧？当然，我们前2排啊，2排之前有一个大哥睡着了，知道吗？睡着了也就算，他打呼声特别的大，然后呢，他打是很有节奏的，就是只要是这个武打戏的时候，他就在看；只要是放文戏的时候，开始讲啊，他活着时候怎么样了，呼噜声就特别大。然后我们相对离得相对远一点嘛，我们就觉得还好，因为我们身边也有朋友开会的时候都打呼噜，你知道吧？董事长在上面开会也打呼噜，就是无所谓的。但是离得比较近的，他们就那个有个大哥就受不了，是特别大的，你知道吧？就看到后来实在不行了，他就站起来了，你知道吧？就指着那大哥，那意思反正没听清说啥，就你能看你就看，不能看你就走，你知道吧？然后那个这大哥就真的不带打呼噜了，不睡啊，就不睡了。然后我们就我说这可能是不是也跟我们年龄段差不多呀？这么困就别来看了呗。可能跟我们一样，也是上了1天班去。对，就是基本上。然后这个羽西还是叨叨就说了，说这大哥这票买的才值，看的全都是精彩的画面，是吧？全都是干的打斗的画面。我就跟他说，我出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大哥，这现场感觉太好了，一点拖沓的地方一眼睛就在干仗，对，全都是最精彩的地方，一睁眼就已经噼里啪啦就开始打。咱们看2个多小时还有文戏武戏的，人可能看1个小时就全是这种精华，你知道吧？我们还能跟大家聊半个小时，太精彩了。剧情就是紧凑，你知道吧？是不是？2个半小时，完全不拖沓啊，一点都没有感觉到2个半小时，对，一瞬间就结束了。哎呀，我去，就后边人还在那抻脖子看谁呀，谁在打呼噜？哎呀，我们就感觉特别逗，哎呀，很有意思，就看出来我们仨好久没去电影院了，特别的新鲜。真的是挺久没去电影院了，尤其是我真是没去过 IMAX 厅，确实挺大，然后看这个片儿就很爽，反正就是大概率也没有其他机会再去看这个 IMAX。不用这么惨，下一个想看还能看。不是，就是也没必要嘛，因为这个觉得就是，我一直也没看上，然后就觉得还是挺遗憾的嘛。然后结果真的就是引进了，然后真的没有删减，这个是真的很没有删减。这个是真。如果就是说大家这几天有时间，我也这个就看一看也可以。第二部吧，第二部的时候咱再去看呗，明年呗。明年可能这又得出去看了。咱以后有机会的话，因为跟很多朋友聊天，我说不知道，因为跟大家讨论嘛，就是介不介意我们2刷的时候来一起瑞，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其实我们如果要是看过的话，是会在这里明确跟大家说的。基本上像我们仨有一些看过的，是跟大家说，比如像是至少1个或者2个人是没看过的才会看。然后，所以就是也跟后台小伙伴一起讨论，就是介不介意3人都看过，然后我们会跟大家说一起来2刷一下。对，然后对，很多小伙伴也说可以啊，那咱们一起2刷的时候再看一下有没有新的感想。主要就是再过2天就忘了。这个我就觉得大家这是真高看我们那个。就有的时候，就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信不信，就真的可能也是太久了，就真的是
不记得了，就一点儿都不记得会，对，会一丁点儿都不记得，就是我们很难理解。看电影之前先去吃了个面嘛，然后在面的时候，我们仨先在那儿刷刷剧情，然后就看看大概就是之前这些人物的一些事情，然后其实是，然后我还跟他俩开玩笑，我说就像我们这种哈，就得啥样才能我们仨真叫剧透呢？就开拍前5分钟，先把这玩意儿先看了，头10分钟看，你再开机我都忘了。常看常新嘛，是吧？然后就是如果是有一些特别精彩的，然后特别好的，就像有一些的确是啥呢？3个人一起看吧，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有这种场景，就是我看到一个东西特别好，我就想推荐给他俩看，你知道吧？然后一起看，因为那个东西我特别的喜欢。我觉得可能这种感觉就跟粉丝推荐给咱们的那个作品的时候一样的一个感觉。对，就是这个东西，我甚至能。就是说猜想到，或者是说就是预想，就是你们俩在看到他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情，或者你们会说什么样的话，因为都比较熟悉嘛，然后这个东西一定是这个叨会很喜欢的，对啊，那个东西羽西肯定会对他比较感兴趣，就是会有这种，但是因为我看过了，那么是不是说我就尽量挑我们仨一起？所以我当时就如果大哥跟我说这种话的时候，就你一定要看啥，我就一定会说不看，就这样撅了他我就开心。因为就是其实因为长期看，因为有很多朋友其实跟我们是一起一路走过来的嘛，其实对我们3个人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因为我们其实私底下就录出来是差不多的性格，只是私下可能会更有趣一些。对，其实我们生活中还是很有趣的人，然后但是录一录的时候就相对来说板正一些，就是看那个小片的时候，对我们仨在打卡照相的时候，我照相的时候，羽西突然说怎么这么慈祥。摆了一个慈祥的造型，是慈眉善目的。对。然后就是，但是其实私底下性格会更好玩一些，只是录出来的时候，多少还就是可能还稍微不自觉的会板一些，对正经，对。但是其实大差不差，还好，大差不差。所以就是整体的这个。就是整个的人物性格啊，就是可能看5年10年也一直都是这个，因为没有所谓的给自己预设一些，就是越来越慈祥，是吗？对，就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是下回还是得拿个瓶子录，慈祥，插个树枝。那倒也不用，就下次就让叨织毛衣在中间边织毛衣边录，我哪会那？他不会，你慈祥嘛。所以就是这个通过看这个吧，然后也是跟大家有了更多的这些互动啊、连接呀，然后也很开心，就是因为就是在《鬼灭》第一时间上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人去评论区留言，包括去后台来跟我们分享，然后包括大家看了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分享，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因为感受到大家真的是拿我们当朋友一样，就是有很多事情都来和我们去分享啊，然后一起来讨论，然后。很多朋友也是，就是表达了理解，然后也说哥哥姐姐们还是以你们的时间为主，如果能去的话，当然可以去；如果没有时间，还是一定要过好线下自己的生活。所以是非常感谢大家。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虽然年纪很就是有一定的人生阅历了，中等，刚才想说年纪很大是吧？但也没有那么大，就是这个没有那么大，对，没有那么大，就是和大家不是就是你们俩还比我岁数大，我都认为我挺大，然后你们俩还在这没有这么大的。我说实话啊，就是我跟就是比我稍微年长几岁的大哥也一起聊过，就是真的没有感觉自己已经很大的感觉，对。但是只有在看到那个10几岁，或者有一些可能20岁左右吧。的那个小朋友，这不是小朋友，就是管你叫叔叔。你就是才会有说自己，我靠，我已经这么大的感觉。就要不然因为我身边都是这样的人，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甚至就是并不觉得自己很大。就是我是觉得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在就是真的正视了自己，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仨是从来不介意说年纪的，包括我，就是我们一直从来没有就是隐瞒过就是年龄，或者觉得自己对年龄也不用隐瞒，对，因为我们觉得其实看面相就是那样因为其实年纪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反我觉得是多了很多的人生阅历，而且就是
也可能就是过得还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幸福，所以就对于我们来说，年纪是一个可以谈论的话题。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但是我觉得自己年长是因为在看很多瑞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很多时候在聊的都是我过去怎么样，我过去怎么样，我过去怎么样。就人不说人上了年纪。主要谈论的都是过去了，像是年轻人都说我以后要怎么样，我以后要怎么样，但是我们很多都是说我之前怎么样，之前看的时候，我大学的时候怎么样，我头几年怎么样，已经很少会说我以后要怎么样，以后要怎么样，就看这些剧啊或者是什么电影的，过一天就少一天了。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这个年纪的这个增长的这种感觉。但是就是你看，就是看到这个，包括他们之前一起去看那个《灌篮高手》啊，就是大家看到这种很多很好的回忆，包括这些电影的时候，还是愿意一起去看，还是觉得自己很青春。当时为啥没带他呀？不知道啊，当时对，当时和我坐一个屋里还不熟，在一个屋里，他帮你干活的，你给他干活了，咱们出去了。就是大哥特别的理所应当，他都不是我领导的情况下，四处给我安排活，恐怕我下班。对，我想起来了，那天咱找5、6个人，你还穿队服了吗？对啊，你还穿着队服去。咱小点声，偷偷走，别让叨叨听见。哎呀，可不咋的。当时应该问你了呀。我都不知道，人家都不知道这事儿呢。你今天来回来之后才知道这事儿的情况下跟我说，我应该问你了。哎呀，没事儿，算了。就是说这么多聊这么多，其实也是有感而发。我们在开杯之前，其实大哥也说我们要不要先有一个先大概聊的一个走向什么，但是我们说还是讨论了一下，还是说就是大家想到哪儿就说哪儿，所以我们还是以一种这样。其实我觉得别人做瑞好像都不是这样分享的，但是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以往的这种情况，就是除了跟大家一起聊天，因为我们一直的想说的就是我们做瑞或者我们看的时候，更多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除了看这个片子本身的一些感想，还想再聊一聊我们想要跟大家更多讨论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感悟啊、感想啊、一些交流，学习呀、交流啊、沟通啊，是这样，是看到不一样的人的这种感想。所以也是希望就是无论也是有不同的意见呢，或者建议啊，都可以，大家只要是一起来讨论，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对，就像看电影一样，你是在别人的这个电影里边体验了另外一种人生嘛，因为你并没有这个机会去说再过另外一个人生，但是你通过看电影或者通过，我觉得其实咱们沟通就是说看瑞，也就是说。咱们也了解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人的一些他们的状态，他们也通过看咱们的内容，也看到了起码咱们的一些状态，或者有的时候咱们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像这种作品类的东西，它是一个非常主观以及个人的这种感想，就是比如像我觉得非常好的东西，不代表你也觉得非常好，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大家可能都会有不同，因为咱们的人生阅历啊、经历啊、这种感想啊、角度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我们是愿意和大家一起去讨论不一样的这种感想，然后才会发现，哎，原来是还有这种角度啊，或者是打个比方，像是我这个年纪可能是这样想的，或者只是我只代表我自己，我是这样想的。其实我们仨在讨论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不一样的想法。那么这个才是这个作品所带来的魅力。如果大家看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觉得那个就不是所谓的影视作品或者什么了，我觉得那个是教学，就是公式化的东西，就是你所有人的感想可能都是一样了。其实我觉得那样的就对我而言可能反而没有那么精彩了。我更希望看到是一个角色，大家对他都有不一样的理解和解读，然后会看到不一样的人的看法。行吧，这个也说了好多，然后看就说1个小时了，都快赶电影场了。真的，这个的确也是因为电影比较好，然后所以看的也很认真，然后也想跟大家分享的比较多。那就期待吧，期待第2部还能一起去电影院看。但我那天看电影的时候，我在想，这就是对瑞趣 UP 的一个小惩罚，就是你看电影的时候你不能说话。我现在已经需要看电影的时候需要先适应15分钟不能说话这个过程。对，怎么能不说话呢？一个梗都没有啊！对呀，你看电影不说话，你看什么看呢？
就在这块屏幕前就你看，那我自己去看就得了呗。就是我们自己头15分钟先 PUA 了自己一下，就告诉自己冷静一下，确实不习惯啊。后来虽然没有大声说，但有的时候我也自己小声说，我说哎呦，来小声去。所以说，如果就是说就是这包个场，就咱们自己的话，就也可以做瑞吗？但是如果你支手机，不是你要支手机拍自己的话，人家工作人员也会以为来找你在盗摄呢。对，行吧。之后看过一段时间，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或者说可以的话，到时候咱们就拿这个片再瑞一次，到时候看看再说吧。有机会的话，如果要是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就和大家一起再2刷再看一下，然后再聊一下自己的感想。其实我们有很多，其实在那一道聊的，可能今天就没有聊出来，对，就没有再说。因为当时出来的时候特别兴奋，那种状态是很亢奋的那种状态。首先就是说，一是没白来，这个票价挺值的，对。然后这个就不引战的那句话就不说了，然后就是那个就是人家拍的确实不错，得说这个集英社是很这个，就是在这部影片上真的下了大功夫了。得说这个就是这个系列，确实是这几年是他的高水准了。行吧，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然后希望大家给我们点赞、投币、加评论，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已经哭半天了啊？是吗？没敢说，没有纸。我去！哎呦我去啊！帅呀！哟！哇！哇！哎呀！哇，这段好。但是牙好像还是尖的。眼睛也不是。是当他最后的那个剧场版出来的时候，你会想到将会是多么的华丽，多么的好。然后，哎呀，其实我在想，因为好期待。现在我们是用小屏在看这个，如果真的是在影院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激动的，我都会流泪的。这个就是像当时《灌篮高手》，我没有去影院看嘛，因为我觉得可能从他第1分钟，可能他音乐一响起，我可能就已经会绷不住了，就那种感觉。那是给自己青春的一个纪念。对，哎呀，行，那个也感谢吧，感谢大家陪我们这么长时间。然后呢，期待下一部。对，希望下一部作品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然后我们一起结伴而行。好，谢谢大家，下期再见，拜拜。